点错了，气死了。你好呀。哇，百里你好呀。你好，你想跟我聊点啥？我是你的一个新粉丝，我是最近才认识你的。好，那你做一下，我问一下你的情况，基本情况，我们互相了解一下，因为你了解我，我不了解你，好吧？好呀。你今年多大了？30。不小了。很哪里人？大了。哪里人？长春。长春的呀，那长春对。开得起玩笑是不是？你是一还是零？一。那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呢？在这个制造业。啊，就是在本地的制造业，那我大概知道你是做什么的了。嗯。好，呃，现在是单身吗？单身。单身，为什么会单身呢？你觉得30岁单身？其实之前还是有一段非常好的感情的。比如嗯。对，但是因为这个疫情和异地嘛，然后后来我们就分手了。其啊，实就是现在分手也已经，没有熬过那个疫情异地的一个情况就分了。对，那在这之然后前，就是你们被隔离的这段时间，你们在一起，就是之前在一起多久啊？之前在一起3年。之前在一起3年，然后那也就是在一起6年了，因为隔离了3年，还是一开始就被隔离了？没有，是在一起3年，然后之后被隔离，然后也差不多就是从刚开始隔离，差不多就分手了吧，所以分手也快3年。哦，嗯。其实就是因为隔离才分的手，对。而且是初期隔离才分的手。也不算初期了，啊，应该疫情爆发了半年多之后吧。就是因为见不到面，然后胡思乱想了吗？其实这个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前期也是有一些这个问题的，就是比方说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对方就不太接受异地的这个事情，但是我俩可能工作都不太好去调整，然后就一直是异他是做什么地的状态，工作的？坚持了3年。对。我大概知道你的工作，那他是什么工作不能调整了？在政府也不太好啊，调整。那就更没办法，你这个也没办法，他也没办法。我大概对。知道你，那那明知道两个人因为这个工作不能在一起，为什么还会开始呢？其实刚开始不会想那么多嘛，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还比较年轻。确实嗯。很年轻，对，你看。然后感情也很好，然后其实在一起的这几年还是挺好的，虽然一直就是在想以后怎么能在一起，然后但是这个过程里面，因为也总能见面，比如说周末啊、假期啊，总能出去玩，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在那段时间是被放小了，被缩小了。哦，对哦，真的是这样啊。那后来就分开了，分开了对。是他提出来还是你提出来的？他提出来的，因为他在疫情的这个时候，正好可能那个地方有一个喜欢他追他的人吧，然后他就跟他在一起了，然后之后我们就分开了。有就是拉扯的过程吗？就是分手这个还是分得很干脆？有呃有，但我感觉像是我单方面的吧，后来的这个拉扯已经变成是我单方面的拉扯了。所以分手了这么久，你觉得你走出来了吗？没有。啊？没有。你是什么星座？天秤。那他呢？我俩一样。所以这3年他们都在坚持吗？他现在还是在处着吗？对。那那你接下来你觉得会怎么样？会继续等他分手，还是会就是反正也
没有新的喜欢的人，就是慢慢碰。哎，这个就是我现在一直纠结的问题，然后不太懂该怎么办。现在，你这样，你觉得你长得怎么样？普通人，普通人。那你现在一个月赚多少钱？一个月2万左右。好，如果说是在长春赚2万的话，其实你的工资算是就比较高了哦。在长春还可以。对，这算是比较高了哦。那你以后会结婚吗？不会，出柜了吗？没有。家里你觉得他们面对这个事情会有很夸张的一个态度吗？不会。那你家里就是我个人会觉得说，因为你的工资就是比较算是在长春比较高了，所以你在家里是有说话的话语权的，对吧？嗯好，那我大概懂了。其实像你这种情况，我个人会觉得说，首先第一点，继续等，这是我首先给你的出的一个第一步，就是继续等，等到你忍受不了，然后你去找他，然后你就缠他一段时间。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你自然会放开了。因为现在不是说你找不着合适的，是因为你不想找，你还心里会有一点点就是惦记他，但是他又没给你就是完完全全的这个一个信号，就是说我死也不跟你在一起，还是需要他做的绝一点，让你死心。这样你从你的就是角度，从你的心里你会认可，就是说这段关系不再适合我了。你千万别，我觉得就是像你这种情况啊，为什么我会建议你说，去折腾一遍，然后再去选择分开呢？因为你的主观意识，我觉得算是比较强的，因为你的经济比较独立，你的思维也比较独立。那你不开展下一段，其实就是因为你的思想你自己在控制住，控制住了，那你必须得给自己一个大脑的一个意识指令，就是说我得放弃了。但这个又不是强迫自己能做到的，一定是实际的情况告诉你说，哎，我应该去做到。这个我是认可的，因为我自己心里肯定是放不下，但是我又没有更好的方法去追回。你在那个圈子里吗？就是你混圈子吗？不混。那你何不混圈子呢？我怎么说呢？我好像我不是很喜欢这个混圈子的这种感觉。你去过 gay 吧吗？我去过一次，还是我前任带我去的。好，你再去2次，你会发现酒吧里有好多你觉得好看的人。你要知道，你要知道，酒吧里边其实有好多你的菜，不是说让你立马就跟他们就是说发生关系，是你有一个开始，你去认识一些起码在外表上就是比较优秀的人，再加上你的一个条件是不错的，你可以先给他们花钱啊，我给你们买酒，我跟你们交朋友。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的认知啊，包括你的一些生活轨迹，其实就发生了改变。一旦发生改变，其实你过去的事情可能就会进行一个转移，或者说一个变化。那你想去改变，你想去忘记过去的事儿，比较容易了。嗯，你得让自己一成不变的生活有所改变。好啊。多交朋友嘛，对，多交朋友，是的。
希望你幸福。你在长春，你这个工资水平，我说实在的，你出个轨你都是有这个经济实力的，就是你有俩对象你都有这个经济实力，加油！没有没有，谢谢，哈哈，拜拜。谢谢。哎呀，我别再把这个关了，我得关这个。对，来，谁还有心结？虽然说跟我聊天啊，不一定会帮助到你，但是起码的就是说什么呀？就让你把它说出来啊！你先把这个你的情感问题说出来，好不好？来，我们连线下一位。你这个 Hello，声音不错，怎么称呼？那个叫我淘淘就行，图图。你是哪里人？我是河北保定人，然后现在在北京。啊，你今年多大？我25，97年的。在做什么？在做舞台剧演员。怪不得，你是学表演的。啊，对，就是我想连线的话，其实不是我有心结，就是我想问问你，就是那个就是有没有就芝麻和不那没有那太那个势利，就有没有芝麻这一系列后续的电影会让我们看到呢？因为其实我们见过面的，我们在21年你芝麻的那个有一个线下见面会啊。然后当时我去看了最后一集，然后其实我就想问，因为我很喜欢这个片子，就是芝麻这个片子，我想就是类似的网剧还拿麦克风问问题了。对，是的，对，是的。我有这个印象，但是我忘了你长什么样了。啊，就是这个不太重要，然后我就是主要是想问问还有没有后续系列。有啊，我们马上要拍一个新的一个小短剧，叫做《小茉莉》。好，期待一下。现在在剧场里是吧？没有，我刚演完回到家。我说你现在就是说在剧场里演话剧。哦，对。那像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们初期的时候是不是会没有角色给自己，然后会搬道具之类的？我觉得我还算比较幸运的吧。然后因为就是，出来之后师哥师姐有带着走，然后不至于说搬道具走，然后但是会从小角色演起是肯定的。但是你们其实方便问一下，你是哪个表演学校毕业的吗？这个，到时候我在微博上把我们当初的合影那个私照发给，不是什么私照，我把我们合影的那个照片私信给你吧。微博吗？你正好抖音呢，抖音你可以跟我行，然后我互关一下，我就能收到了。好，太好了。这个不方便说，确实也不方便说，就是因为我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差一点转到表演系，然后他那边的就是那些大一大二的学生都是在搬道具。对，大学的时候会有，他们是没有角色的。是会有。我觉得这个点其实让很多的学生会有一点点心理落差，但是熬过大二，我觉得就会好很多啊。对，然后其实就是也算有一点点情感上的小问题吧。就是我刚刚有在弹幕上发，我就想问问天秤座的那个各位那个朋友们，就是真的会喜欢冷暴力吗？天秤座，因为我前任也是天秤座，然后就是冷暴力分的手吧。你是1是0？后者是0。对。那我觉得一个天秤座如果说冷暴力，那是因为我实话实说，我觉得一个天秤座如果对你冷暴力的话，那可能就是不喜欢了，他不好意思说。因为我接触的天秤座都是那种什么样的呀？都是那种就是，哎呀，就是
其实一开始还蛮主动的，他们后期我也就是我跟天秤座谈过恋爱，后期他就是不太说话了，不太说话是因为他有情绪了，但是他不表达。后来我跟他表达了之后，他告诉我，他说没那么喜欢了。我说那好，分手，结果就分手了。好准确呀，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跟他分手之后，也还见过面，然后，但是每次见面的时候，其实就是都还是跟在一起时候是一样的，然后但是见面做什么呀？就是吃饭、看电影、一起住啊什么的。还是会发生。啊，对对对，还是会有。那但是不跟你复合。我觉着我也有点嘴硬吧，就是见了面，我不会主动去提复合，他也不听。但是他也没有提，然后就也没啥。但微信上他会不回微信，就只要我俩分开之后也会，就微信就直接还是不回的状态。但是我俩是有微信的。那我就觉得说，你遵从你自己内心吧，因为这个别人也没办法帮你。但是我会觉得天秤座冷暴力其实就是没那么喜欢了。好，看清楚，然后尊重自己的选择嘛。因为有很多段感情，其实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怎么做，是你觉得应该怎么做。了解了解。好，就这样，拜拜。好，拜拜拜拜，谢谢图图。没事，拜拜。错，哎，我就很容易关错。刚才突然关掉了，就是因为我按错键子了。对，其实跟星座没关系。我告诉你，一个人啊，他只要冷漠，他其实就是没有那么爱你。跟星座也没关系。你比如说，你不像我啊，我这个人啊，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人，就是我经常会不说话。我在现实当中，我媳妇在那块在那块她其实了解我，她其实我现实当中我是不爱说话的一个人。然后有的人就觉得说我可能不喜欢他，其实不是我就是不爱说话，我没那么多话说，因为我的话一般都在就是一些表达里去体现。我跟我男朋友没太多想表达的，我不想就是那种那种开心开心开心，就是那种我不会就是我不太会表达情绪就是我跟亲近的人不太会表达情绪谁呀连线然后又撤了，是不是被我刚才吓到了？我平时不这样啊，不这样在这里表达情绪不会，我那个也不表达。其实我表达情绪都是在需要我表达的时候表达。你男朋友表达会反感不？我不会。就是我现在的，就是我男朋友现在就是有的时候我会问他一个事儿，我说那个今天干嘛了，他就会滔滔不绝。然后其实我都没在听就是我会觉得这是干嘛说这么多啊就是但是我觉得他说就说呗，反正我就是没仔细听对，我脑子里在想别的事儿，只要他不特别就是吵到我都说呗，就是那种因为我不太说话，然后他偶尔我会跟他互动，然后他就说很多是这样，很奇怪
对，他经常会这样，然后我就说呗，我在情感里我其实就是不表达的一个人，就是觉得说已经很熟了。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很烦，然后但是我不说，他就是会跟我撒娇，然后我其实就是很烦了，然后我又不跟他说，他就觉得说你怎么了？但其实我烦的不是他，我是烦我这个事儿。但后来想一想，这也是自己的事儿，他也做不到，他也不懂，他也跟他说也没用。对，就反正对啊，你说我生意上的事儿，你比如说现在我烦的点是什么？就是我烦就是我所有的东西的预算，就是我现在我不是在开新酒吧吗？每个就是跟我合作的那个供应商也好，包括就是团队也好，都比我预期的预算要高出那么一点点。那你好几个东西加起来能高出这么多，然后我就很烦。然后我明知道他这个东西还可以再讲，但是我又无能为力，我又讲不下来了。因为他其实我就觉得现在万事就是包括淘宝上都是要讲价的，但是有的东西你就是讲不下来，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讲。你明知道它有很大的利润，但是人家卖东西就是要有利润，就是就很烦。这个是我比较烦的，就是我明明可以再讲的，但是我讲不下来，能力不够的时候我会有点烦。你们不懂，要讲就真不能这样，不管什么意思。嗨，晚上好。就是你们连线一定要就是把那个喊再给掉，还有晚上好。没有，我现在可能是因为躺着，所以说说话有点吐字不太清晰。哪里人？哪里人？是现在在上海辽宁人。你这个口齿很清晰啊！你让那些广西的朋友怎么想？来，你想跟我聊点什么？没有什么聊的，就是想打个招呼 ，say 个 hello， 然后准备过一会儿就睡觉了。我看长什么样，绝对骂你，没有长相。不想聊什么是吧？那你在上海做什么呀？我在上海读书啊，在上学。你多大了？99年的，24吧。24还在读书，读研吗？对呀。现在是对呀。现在是研几？开学就研3了，现在研2。学什么专业？方便透露吗？不太方便。但我想知道哪个方面的嘛？想知道可以私发给你。不是哪个方面的？学金融的。金融的有什么不能说的呀？是学印钱的吗？也没有了。学金融的，那以后会出国吗？我们老师目前我们俩谈的可能是要出去，但是我自己还是不太想的，想留在本校继续读博。为什么不想出国呢？因为我觉得出国有一个经历会好一些啊。是这样的，因为出国这个就是不是特别确定的，因为我明年毕业嘛，明年毕业出国是8月份申请，然后10月份开学，明年的8月份我就已经毕业1个月了，然后到时候如果老师把我给割了，就是可能自己也就是没有去处了，所以想着能留着本校读个博，这样也还挺好的。
本校读博，你想做什么呀？做教授吗？我觉得这条路走到尽头应该就是高校教师吧。哦，那其实也可以，但是你真的大学的大学里面会比较拘谨吧？我觉得你的生活不自由哦。是吗？我之前只谈过一次恋爱，我觉得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嘛，还是很嫩的。我就孩子，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因为我大你9岁，就是我知道你是同性恋，对不对？废话，就是我说同性恋啊，一般同性恋是你身边没人吧？没有啊。啊，就是没在你身上，我没有，就是同性恋啊，其实像你这种受过教育的，然后又听着声音不错的，然后又在上海这种大城市待过的，耐不住寂寞。耐不住寂寞，就意味着说你要在这个圈子里就是游荡的。那你要在比如说校园这种环境下，其实不方便你做这种事情。其实是这样的，对，因为之前我谈的那个恋爱就是自己的一个师兄，然后现在也没什么联系了。所以说，而且吧，我觉得社会上这些对于我来说也是比较就是棘手的，因为我就是总担心一些大家会有没有什么一些什么疾病啊。所以说就是这个东西，我说实在的啊，我说实在，你预防是预防不了的。就我为什么说这种话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交往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会先让他出具体检报告。对，这就是我特别担心，所以就是说不是很放得开。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你既然防控不了的话，我觉得你就稍微注意点就行。就比如说，我个人会觉得说，现在的疫情没有完全结束，包括现在是疫情第3波、第4波了，很多人都得了。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你要去害怕得这个东西，你不出门，其实反而是一个闭塞。那如果说你有选择性的，或者说就是把一些东西就是掌握了之后，那你再出去，我觉得你稍微有点底气，就哪怕怎么样，我觉得你也不亏。就是孩子。所以说肯定是健康，肯定是放在首位的嘛。对，是这样。哇，真羡慕你们，就是可以每天有这么多的时间，然后可以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你现在做的不是你喜欢的事情吗？其实我觉得读书是一件怎么说呢，也不是说特别喜欢，但是可以做。可以做。对，就是可以说继续做这个科研，但也不是特别喜欢。不是特别喜欢，然后你不觉得是有点在浪费时间吗？因为作为我的理解，你们就是现在的这个学历啊，其实你们有选择性。做很多行业，就是哪怕就是说你不是做本行业，但是你的学历其实会让你有很多的去选择的一个东西啊，就是没有必要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儿，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我经常在思考，所以说，如果让我去做别的，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勇气。自己，你看，一方面是自己的原因，如果做别的也不一定会做得很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对自己，如果说你出社会了以后，你觉得以你的这个研究生的这个学历，去找一个对口的工作，你觉得一个月应该给你开多少钱？就是咱们就实事求是的说，我看跟你预期差多少？我觉得如果在上海的话，要至少1万吧，这个是最一个起点。研究生吗？研究生1万，对，我觉得有点，那你可能是就是那个第1年吧，研究生1万。
研究生正常的在上海这种大城市，我觉得至少要到3万左右啊。哦，那倒没有，那3万确实是有点高了。就是按以前这些，就是我师兄师姐毕业的，是那种科研工作，或者说就是那种单位。那你要是在这种私企或者说这种外企，你的工资是3万哦。其实最高的也就能，就是刚入这，就是刚毕业，也最高的也就2万左右，到不了3万。那3万其实是很高了。所以就看你自己，要看你自己怎么选择嘛。因为我会觉得说，我真的觉得有一些人就把书读死了，就他固定了，就认为就是说我既然读的是本专业的研究生或者说博，那我以后我一定要去做本专业的事儿。其实这个观点我不认同哎，就是我觉得你还是是的，我也是这么觉得。然后我现在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就是说以后如果是去工作的话，可以就是想要转行，或者是如果在这个领域继续走下去，在高校任职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学教师反过来说，也就是一个公务员嘛。对，所以就是看你，但是我真的不建议，我不建议所有的同性恋都去，就是我建议所有的同性恋都不要去选择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为什么呢？因为同性恋是一个异类，这个异类代表什么？不是说就是让人讨厌的异类，是这部分人其实就不同于大众的人，所以他的思维也不同于大众。很多人他其实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逐渐的生活当中就知道了。但是你一开始选错了，那可能很多的时候你都会非常压抑。你要对，看你自己的情况。你就像我选择我自己想做的事儿，其实就是我很多时候我都面临了一些选择，但是我选择了一些我觉得我觉得最有趣的事儿。事实我也是，就是吃了不少苦，但是我依然觉得我很自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很多人会觉得说，喜欢音乐的路无非就两个，一个是就是系统的去学音乐，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参加音乐比赛、建公司。但其实这个我可能选择了前者，我学了一下，但是我没有参加音乐比赛，也没有签公司。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不自由。我是个 gay，然后我喜欢自由的生活，我不喜欢被管着。因为签了公司以后，你不能直播，不能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儿，然后任何事情都得听公司的，就等于把命交在别人手里了。而且你们知道，合约是5年，就是一般艺人是5+3，或者说3+2，就这种长期的合约。所以我无法把我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手上，所以我最后也没签约，就是不认同签约这个方式。你要知道你自己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耐不住寂寞，你千万别去有束缚。其实感觉还好了，我觉得就是自从读研以来，刚开始研一的时候，就是自己那个就是心里的反刍那个情绪特别大，但是慢慢下来之后，就是研二这一年，就我们跟着老师不断的去做这个方向，然后感觉自己的成果也还可以，感觉这个东西可以继续做下去，就是没有像之前那么抵触了。行，好好的努力，好好的赚钱吧。嗯嘿嘿，没有，今天主要是想聊一下这个情感方面。啊，可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找对象好困难啊。你当然困难了，你的心打不开啊，你当然困难了。我从跟你聊天，我就觉得你这人心打不开，那你别人就会觉得你不诚恳。
可能是这样的。就我现在如果说要跟你这样的人谈恋爱，我第一时间我会选择退缩。为什么呀？因为这不能说，那不能说，就是你知道，就是一般就是获得感情的人，都是因为他的突发性，或者说他就是有一些不同于常人的东西，你就是会有一点点我们都知道的那种人。就是太压抑自己了。对，是反正不是谈恋爱的人，就是我不会选择你这样的人，就是为什么？没趣啊，无趣啊，就是无趣啊，能懂不？就是你知道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的初期的时候，我男朋友就是他就是会我随叫随到啊，就那种感觉，他就会我喝多了，我就会大半夜的去找他，然后我就敲他房门，或者说我喝多了，我就让他来接我，就是你得不同于常人嘛。那如果说我喝多了，我给你打电话，你肯定会说，哎呀，那个这么晚了，明天我还有那个论文，我还要怎么怎么样，把电话挂了，谁愿意跟你谈？或者说，哎，我一给你打电话，你就已经关机了，或者说你没接通，因为你白天忙，所以你晚上累，所以你听不到，这就没有趣。哥哥不要误会，其实平时的时候不是这样，就是相处的时候，但是在谈恋爱这方面确实是很抵触的。那你还谈什么呀？你还希望别人喜欢你？但是自己还特别去想去这么做。那你下次再想的话，给自己2撇子。这些都不是你该想的。你就告诉自己，我不配。这种。真的，我就觉得很多人其实他不知道怎么去生活吧。我们没有你们想象那么压抑，就是要放开一点。谢谢哥哥。好的，就这样吧，拜拜。拜拜，谢谢。晚上好。你好，怎么称呼？我姓叶。姓叶呀？对。那个哪里人？我浙江杭州的。现在也在杭州吗？对。你今年多大了？我今年32。32，是一还是零？我是个双。双性吗？对。为什么会是双性呢？你能说一下，就是双性的人他的一个心理吗？他为什么不确定自己是同性还是异性呢？就是我的情况的话，就是我要有需求了，我会找女的，但是我希望就是晚上有一个同性的抱着睡，然后我有的时候也会找喜欢的同性的类型一起去跟异性做。行了，别说了，等会儿直播间疯了。就这个心理。对。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你是不是会觉得怕得病啊？或者很脏啊？那没有，我就是说在发生关系这个阶段上，我只接受女的，但是我心里面就是有一种依赖感，或者说心理上的需求，我希望有一个保护你。不是，就是我喜欢的就是胖胖的类型，就感觉很老实，然后我就希望我从初中
高中的时候就很喜欢不是，那抱着你喜欢胖胖胖胖的女同学睡，生吗？你喜不欢胖？喜欢，不喜欢。那为什么呢？你喜欢胖胖的男生，喜欢他的对外形，但是又不喜对欢胖胖女生的外形是什么？对，我喜欢的女生的类型是有点土里土气的，就感觉很有安全感。这是什么心理呢？这是？我不喜欢那种特别漂亮的。那你是不是也不喜欢对象特别洋气？男的特别洋气的那种，对男的不会这样要求。就甚至会喜欢那种就是憨憨的土直男。也可以喜欢。那你能说说，就是你跟憨憨的那个男性在一起的时候的心理吗？是觉得自己像他的哥们儿，还是像他的弟弟，还是像他的爸爸？都有，而且很喜欢给他花钱。那你觉得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想窥探一下，就是双性的，对男性的一个心理，特别是你的。欣赏，然后就是喜好。你觉得就是跟一个憨憨的一个男生在一起的时候，你更希望做他的爸爸，还是他的弟弟，还是他的小可爱呢？准确的说是喜欢做伴侣，但是呢是临时的，就只有在某一些时间段，比如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希望有个抱着睡；比如心情很郁闷的时候，希望有一个这样的人聊天。聊什么呢？生活、工作。你会把你自己的烦恼分享给男的吗？会。就比如说，不比如了。那我想问一下，你跟男的会接吻吗？没有过，但是之前有约到过他要亲我，我也随他。那你会渴望跟男的接吻吗？我以前年纪小的时候有，就是高中、大学里同学会有这个做梦啊，包括还有的时候会想要。现在不会了，为什么呢？现在我也不晓得，现在没有这个想法，并不是很热烈，但是拥抱、抱着睡，就是还是很想。我从你的话语当中听出来，其实你的家庭条件应该不差的哦。一般。一般吗？对。那你跟别人抱着睡，一般不都是在酒店吗？是的。然后都是你开房？对，有的就是我给他钱，他就愿意让我抱着睡。然后什么都不动吗？你会摸吗？会摸肚子。不会摸别的地方？有的时候会摸。那你啊，我还会让他你会觉得手自己的一个状态会奇怪吗？你会觉得奇怪？有点奇怪，但是这是一种诉求，就是很想要这样做。潜意识的。所以你32岁，你有考虑过你的未来吗？就是我现在没法结婚，就是因为我有我这个状态。就我是完全可以接受女的，但是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也结不了婚。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不想跟女的有生活中的关系。我这么听下来，其实你不想跟任何人有固定的。不，我是想要有一个生活中有一个胖胖的男的，我喜欢的类型的一起生活，但是我解决需求我会找女的。
就我不会跟男的发生关系。你现在做什么行业？我是科技行业。科技行业，对，不是自己做生意的那种，是不是？不需要我们自己配司机，是不是？这个我们是跟一个研究院搞联合实验室的。就是我刚才就幻想了一下，就是你可以找一个老婆，但是你长期的冷落她，然后你找一个胖胖的司机，然后没事跟司机出去玩儿，哎，咱们就是独守空房的那种。我因为现实中去找那些直的嘛，他们有些挺反感的，就比如你碰到胳膊一下或者摸下肚子，他有的其实就是蛮反感的嘛。找 gay 嘛，你找 gay 的一个司机。我有去小软件上去约到一些，但那感觉不一样，就不是我要的那种感觉。我现在听你的诉求和你的心理，我就觉得好拽啊！就是没有，就是我现在拿你当朋友啊。如果说我是你的谢谢朋友的话，我会，就是我会觉得说，他妈的装什么？你到底有多少要求啊？就是会这种感觉，就是我得趁多少钱，我能就是把自己生活就是分析的这么透，然后我只能这样做。就是你知道，就是我是一个，就是我在圈子里其实，算是经历比较多的。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算是完完全全的，就是喜欢男的，起码那个时候是不会的。然后呢，后来，因为我生活当中总出现 gay，我不喜欢我也喜欢，我也得接触，就是我有那个无奈的过程。你是完全就是说我必须这个找他那个找他，然后你要求你的生活是满足你的现状的，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没办法要求。我想要的是这样，但不得不怎么？就是有点这个很难讲，就是我潜意识是喜欢跟一个男的生活。不是，那你退一步的讲的话，你更只能选一个，你会选男的还是女的？生活的话，我会选择男性。那你有尝试过跟男生发生关系吗？有尝试过吗？之前有强迫自己尝试过一次，但我没有特别快乐，就是自己做的是1还是0？一，没有特别快乐的点在哪里？一个是心理上没有满足感，第二个就是没有特别强的快感，就感觉我是一个机器。那你跟他发生的那个人，他是同性恋吗？对。然后他不嗨吗？我看他老在吸那什么东西啊，我觉得怪怪的。那他嗨吗？他感觉后来还跟我说能不能找我玩啊什么的。他应该有吧，我看他挺激动的。那你有没有再尝试换一个人呢？说实话我挺难约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那个弯的，对吧？弯的里面的喜欢的类型不多。你不是喜欢胖子吗？胖子应该很多呀。就是要有直的感觉啊。对，就有一点娘气出来，我就会反感，就难受。你是喜欢土直男是不是？就是土直男，但是又是 gay 的这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挺好的。那你可以去，因为现在有好多直播。你喜欢多大年纪的？小于40岁吧。
那不行。你知道现在有一些就中老年的直播，然后都是那种土直男、土直男的 gay，太老的玩不动了吧？那也不行，嗯，那就很难搞啊，很难搞啊。确实挺难找的。然后身边有好多同事是这样的，那我可不能弄同事啊，同事你没办法待了都。我就有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我的手就会去摸他肚子啊，拍他肩啊，就吃个豆腐什么的，就完全控制不住，就很下意识的就会去摸他。啊，那现在寂寞吗？我刚刚那啥回来，我还跟我比较要好的朋友一起去的。跟女的？是的，我们俩一起。天哪，就是行，这个因为朋友啊，我跟你就是4个字啊，咱们就是也别追求什么真正的感情，咱们就是游戏人间，好不好？咱们就是快乐至上，好不好？主要他想去，然后他是我喜欢类型嘛，我就很主动、很激动、很开心，就带他一起去。然后对，然后我就喜欢欣赏他动作，就是对吧？好了，不能再聊下去了。就是咱们就是对人生啊，别要求太多。我只能说，对人生别要求太多，不能十全十美。咱们就是说什么呀？咱们就是有点遗憾也是好的，别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好不好？我觉得我有点变态，就是现在这个状态。没事儿，32了，该变态的就这个年纪就开始变态了。我也是在这个年纪，我才就觉得自己可能就是会抽离在当事人的角度，我会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你是就是观赏，我是就是真的会能从一个角色里抽离出来，我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好吧？哎，明白了。别觉得自己变态，而且这年头要不变态，小孩不喜欢吗？是不是？就这样，拜拜。好，拜拜。更变态的还有呢，是不是你？但我会觉得说，挺好的，就是人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挺好的。我就很怕，就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图图你还没到年龄，我到了，我今年严格意义上我已经33岁了。我也觉得我自己挺变态的，就是我现在的一个变态，其实比较初级的一个变态，就是我跟大家说说我现在的变态啊。你看我现在虽然有男朋友了，但是呢，我会看到一些喜欢的人，然后呢，我会对他好，然后把他介绍给别人，就是你们能懂吗？就是我遇到了一个我比较就是认可的一个人，然后呢，因为我有对象了，我又不能跟他发生什么，但是我会对他好，但是呢，我又就特别理性的，我就觉得说我只是对他好，然后我只是觉得他好，所以我对他好，但是我没想过跟他有什么。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对，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就是我遇到的喜欢的人，我知道我跟他不一定合适。我现在的对象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合适的人，所以我就哪怕我碰到一个我喜欢的菜，但是
我可以因为他的好，我对他好，但是我不会跟他产生感情。我不会对他感情，我可以对他好，我也觉得他好，但是我不会跟他产生感情，就这种感觉。你们能懂吗？你们能懂吗？孩子们，你们能懂吗？就是能懂吗？不是不爱，就我喜欢他这件事情，我喜欢他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知道，但是我不会往下发展，就是我只是就觉得说这个人，很好，所以值得我喜欢，我也愿意去帮他，但我不会跟他发生感情。和男朋友有约定，这不是跟男朋友有约定，是因为我觉得说，就是我男朋友我很喜欢，我不能只喜欢我男朋友，但是我可以控制，我不背叛我男朋友。我说的明白吗？对，我不能只喜欢我男朋友，这是我非常就是清晰的一个状态，就是我的一生，就是我现在我不可能只喜欢一个人，这是我非常清楚我自己的一个状态，但是我可以控制我背不背叛我的男朋友，因为我可以喜欢一个人，我可以对他好，但是我可以不发生感情，不发生关系，我就对他好，然后我对我男朋友好，对，可以很喜欢人，对对，我，哎呀，这现在你只要打开抖音呢，我的妈呀，好多自己想吃的菜，但是你真的要去吃，你会觉得说，一是它不一定好吃，它说不上身上会有一些咖喱味儿啊、孜然味儿啊，它因为你不了解它，你一旦接触它，你就发现它可能没你想象那么好，所以你压根儿你就不接触，你就把它想象的美好啊。第二点呢，就是现实当中接触的人，哪怕他身上没有味儿，但是你现实接触了，你也不知道他变成情侣之后的样子是什么，所以你可以对他好，但是你不要跟他发生情侣该发生的事儿，也不要演变成情侣，能懂不？明白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加以控，对，我是这种人，我也不觉得委屈自己，我只是会觉得说，我这个年纪是有分辨能力了啊，就是我这个年纪肯定是有分辨能力和自控能力，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就没必要啊，就是把自己变得那个就是因为菜是源源不断的呀。但是我会比较变态的，我就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喜欢的菜，然后我觉得它挺骚的啊，因为我喜欢的菜有的也很骚嘛，然后我就说哎那个可可爱，他就说啊百里是你，我看过你的剧，我说看我的剧是不是？对，非常感谢你这么多年那个给我们拍了一些好剧，我是看着你剧长大的。我说那怎么感谢呢？他说你需要我怎么感谢？我说就是看到那里，这可以看，但是我不心动。哎，我可以要，我可以要。对，他如果不给，OK，我会停止，但是我阻挡不了我去要。我要了，我也不会就是真的喜欢上他，但是我就是想要，我就是想让他给我发。如果发了，我觉得那是一种信任啊，就是那种信任，就那种感觉，嘿，嘿，就是很棒。对对，嗯，就是对，这个是我比较变态的点。但是我看了以后，我也不会觉得说，哇哇哦，就是我看了以后，我会觉得啊，跟其他人一样，但是他好信任我，所以我以后对他好一点。怎么办？他最近有点黏着我，
但是我有男朋友，我爱我男朋友，是时候冷淡他，然后朋友圈发一些我的男朋友的照片，让他知难而退，让他对我有一些冷淡，灭却他这种热情。对，应该这样做。就这么对，对，你不懂啦，不懂啦，对，对。到了40岁，就是觉得说赶紧玩吧，活不了几年了，是吧？这40岁的心理是40岁的心理应该是怎么样？40岁的心理是怎么样？那个星仔，我想看你和你对象的那个照片，我想看你和你对象的那个照片，我想看你和你对象的，我不想看照片，我想看视频。一会儿就发给我。这么只有照片，可以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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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棒哎！你现在发就行，我现在还有个手机，我可以默默的欣赏一下。来，我们一起倒数5个数，给他讲一下。好嘞，没事，你放心，我这人特别，我告诉你，那个星仔，你叫你对象放心，你看我看了无数个人的，都在我这个手机里，我没有给任何人看过。我这个人就是一点好，哎，嘴严，咱们就是说什么？咱们就是协议，咱们可以签个协议的，不给别人看，我就自己看，好吧？哎。妈，这啥呀？看出来了，这吓我一跳。第一遍没看出来，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这还有吗？这个行哎，这个尺度可以哎，这个尺度真的可以哎，哇哦，没有了，行，咱们就是识趣儿，咱们就是千万别引起，就是因为你要可以，但是你别引起别人的反感，咱们就是得到点便宜，咱们就是及时，咱们就是停止，千万别让别人就是有一些反感，人家再也不会给了，人就算你比如说你做得到位的话，你比如说你要完了以后，他隔一段时间他有新的，他会提醒你，他说，哎，还要吗？就是那种，就是对，咱们就是礼貌一点，好不好？咱们就礼貌一点，对，咱们就礼貌一点，让别人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哎，他最近分享给谁呢？分享给谁呢？哎，白羽屠夫不错，白羽屠夫就是我既能满足了我的分享欲，但是他又保护我们，对不对？哎，这都是人呐，咱们是哎。媳妇儿，媳妇儿，老婆，哈尼，吃饭了 ？Hello，睡着了。吃饭了。
不好意思啊，我家比较大，所以我只能用一个就是语音去叫它。对，因为太大了，就是喊过去，声音也太对。哎，吃饭了？吃饭了？这叫什么呀？这叫花啊？咱们就是随便花。对啊。马上到了。一天啥也没做，困成这样，不就是坐了几小时车吗？真的几小时吗？啊，柿子到了，这个柿子可好吃了，这个就是我们东北的那个柿子。要哪个？它这么绿，它没熟吧？你试试。熟了吗？酸的。那熟了吗？它是酸的，肯定不熟啊。不可能，熟的，它不可能卖生的。它可能遗漏了。没熟吗？我尝一尝。你吃。我们那边有一个品种就是生的。他都说了是酸的。它这个都有点生，它估计它在运输的当中，它估计就是比较慢，所以它就发比较生的。这里边也是。地是哪一个生的好？没有啦，人家都现在不产柿子了。
知道我能不买？现在他妈外卖都不打电话了吗？打了，没听见。可以的呀，欢迎啊！哎，下个月我新酒吧开业，你不过来捧捧场？卡哇伊，一了啊！这是干拌面，有点燃面的感觉。那个是抄手，好像是，我忘了我点。开了个分店，那个 Terry 在北京吗？行，来呗，溜达溜达。这个汤应该是放你那个面的吧？好像是。嗯，我点的是不是干拌呢？哎呀，干拌。那它也有一点点汤的。还有？有的。这汤没味道，就是拌的干拌。有点燃面的感觉。哎呦，对了，你要过年了，不是过年了，过生日了。这面汤，它不是汤。还挺正宗的。这是四川味儿啊，四川重庆味儿。9月中旬开，然后更年轻一点吧，因为那边全是小孩儿，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 pose， 也不像 pose， 有点像，反正就是有站着的那种，就是那个，就那种感觉。哎呀，我说不准了。太辣了，别辣到。那茶派没有这个好喝呀，茶派甜吧？对啊。喝茶我只喝东方树叶。咋的了？怎么吵起来了？谁和谁吵架了？没事，不用你们不用替我吵，我来吵。
我自己来炒。谁？行行，有机会就来呗，没有机会，到时候我去看你们也行，都可以的。炒什么花生？什么炒花生？哪个是炒花生？这辣子鸡，妈呀，这个很辣。他处女座吗？我也不知道什么星座，又忘了，1月份的。谁呀？啊？你不是1月份的吗？是。你这个辣吗？辣。别辣，会辣。好辣。这是唯一不辣的菜。啊，我这个是唯一不辣的菜。妈，明天用去单位吗？不用。我周一本来不是也不用去嘛，然后我跟领导说，我说我去，我说下周3、4、5我再过去，但是下周3、4、5驾校好像没有安排车，到时候可能是我自己过去。就像这个时候啊，他说什么，其实我是没听的。就我只是问一下，我说你周一去吗？他就会叭叭叭叭叭说一堆，然后我说啊，其实我也听不清，然后我也没听，你们懂了吧？你就不想听，我就只关心你，问你。对。你哼什么？你哼？让你哼啊！这两天我要写剧本，可能黑白会颠倒。半夜才是你创作的灵感。啊，
像对辣的东西特别难受，吃一点辣都特别难受。但是现在又不敢点饭，饭总容易馊。自己包，你点的时候自己包饭，外面到了饭也好，正好的时间。你哈着啥？有人惯着你是不是？他刚才拉了吗？又臭了，它怎么夏天这么容易臭？臭狗，臭狗，你是个臭狗，太辣了，吃不了。在北方这个时候的柿子其实都有点罢园了。罢园你知道啥意思吗？不知道。啊？罢园就是那个结败了，就这个果子已经结败了，秧已经开始那个发黄了，结不出果子来了。那个秋天不应该刚好结的时候吗？秋收。柿子跟那不一样。太辣了。有那个晚的柿子秧还能结，洗半天。我小的时候啊，水果就是这个，水果就是西红柿和黄瓜。好酸啊！放一放它会不会熟一点？啊？我说这个水果放一放会不会熟一点？就是现在吃的，你是不是三阳了？没有三阳。感觉你这个鼻子从那天早上开始，昨天早上还是前天早上忘了，就有点不通气儿。本来就有点那个鼻炎，然后要是加上有一点那个感冒的话，就会这样。感冒了？纸巾。是蚊子。现在的蚊子还挺多。对，现在蚊子你点了蚊香它都敢咬。他们也快完事儿了。为了吸血。那你没觉得现在那个凉快多了？是啊，晚上凉快多啊。就是热的时候也没那么热。现在晚上上面很凉快。我们冬天，东北的冬天，好难熬，所以现在怎么的我也不想回东北。那边太冷了，又冷又时间又长。也不是，因为东北的生活在我印象中就是生活不太好，是因为东北那些年自己没能力嘛，现在有能力了又不想在东北过得多好，所以就是现在回忆起来，东北都是那种
不好的一些生活状态。我觉得现在以我的能力，在东北应该也会过得很好，也不像小的时候那样的一个状态。但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能力，又何必在东北？嗯，那个时候在东北就是没有钱吃新鲜的菜嘛，但是现在在这边其实你没钱也吃不到新鲜的菜，也只是买的呀。你跟我在一起是觉得生活有变化吗？还是会越过越差？有变化，生活我条件，肯定不会说生活条件有没没有有好一点点？有，生活条件有一点好，有好一点。有，肯定有，有吗？他也不吃，那个，他咬了他就扔了，太了解他。家狗，肉你就吃不了，太辣了。所以你的朋友对你的男朋友的评价是？对你的评价，喝完酒还挺吓人的吧？那倒没有，就还那倒没有说挺吓人的，有没有让你就是防着我点儿？也没有啊，对，都挺好的。他们不会觉得说白里屠夫感觉挺深的这个人？没那样觉得。他们对我的评价是有没有标签儿？这我没听到，真的没有，有没有觉得说，哎，他是资本家？也没有，真的没有。就很多现在你知道深圳的小孩子对我的就是标签是资本家。在我的朋友没有这样子去对你贴标签，我也没听到过。他们会觉得我是那种就是满脑子都是钱，然后吃小孩的那种。吃小孩这个好像倒是有，只吃小孩是吗？嗯，就是不会就觉得岁数大一点我都不行的那种是吧？嗯，就是总撩小孩。嗯，唉，那你觉得这是好事吗？这吃小孩为什么会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和不好事？这只是你的一个，行，是你的一个喜好而已，自己的兴趣。那有没有人跟你说还白头发勾搭过我？哎，没有，没有人这样跟我说。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说呢，你会怎么回复？我说哦，是吗？然后呢？然后应该还蛮尴尬的。找上门来了。但我经常会对别人，我真的经常会，就是看到有一些人我没勾搭过他会这样说跟别人说我勾搭过他。嗯，我说哦，是吗？就是有一些人我说实在的，就是有一些人我做过，我承认，嗯，就勾搭过嘛。
而且那是在你之前嘛，就算在你之后的话，我也没，就是一般我勾搭过的也只是要个照片而已。要照片就要呗，我知道。对啊，但是有的人他为什么说诬陷我说我勾搭过他呢？这我怎么知道？可能你们的聊天内容觉得是勾搭过他吧？没有吧？那我怎么知道你们聊了什么？你要玩吗？没有啊，有的人我没要看他下面，他都说我勾搭过他。就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人就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他跟别人说我勾搭过他，但是我好像只是关注了他的抖音，然后私底下我说你好可爱，就这样。这算勾搭吗？我没有要照片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因为知道我为什么没找他要照片吗？那你为啥跟他说你好可爱？你关注了他，你要给他发信息，你就想表达。因为当时我单身啊，我可以就是谈恋爱啊，对吧？那我就说好可爱，是我觉得也没什么吧。那我觉得这没什么，这因为你算是可以表达。对啊，我得发出信息啊，我就说我要求偶我，对不对？这算呐，就是你好可爱也算呐。那什么不算呢？就是你们，难道我跟别人认识，然后我第一句话我就说你不怎么样，你一般呢？你这个可以吗？啊，就是我们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不都是从夸一个人吗？就是你比如说今天我跟那个别人谈业务，就是有一首歌嘛，就是那首歌，然后他们说那个版权得跟公司申请，然后他们版权的一个小姐姐，管版权的一个小姐姐，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你真的好美哦。其实我也知道那是假话，那我这是勾引吗？这是勾的吗？就是你们不知道我们的工作性质和这个社会的一个角色，我们是要去夸对方的，就是让别人对我们有好感，能懂吧？这个对象在我心里打几分啊？92吧，100分满92分吧。那8分我觉得一是我会觉得他我会觉得就是不够骚就是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有的时候他还是看不出我的一个就是状态，他看不出我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其实很烦，他就一直说别看手机了，睡觉吧。其实我就是在处理事情，所以我很烦，然后我一直在处理。他说哎，别看手机了，都几点了，快睡觉吧。就是这种就是就这扣8分，其实他在我心里就算是历届男朋友算是高的。还有一点分就扣在他的，我希望他是个肌肉男。你什么时候能把这个8分给挣回来呢？能不能变个肌肉男？你知道，他其实还是有可能变成肌肉男的。
对，我觉得我做不到的事儿，我希望别人能做到。他是不是00后？他是00后，他身份证上是00后。现在咱都不处90几年的，这太老了。咱们就是起步，咱们就是00后，好吧？咱们就是处对象，咱们就一定要年龄这块有要求的，所以不怪别人说我吃小孩儿。越吃咱们年纪越小啊，这咱们对00后打底儿了，我告诉你。长得太成熟了，他一点都不成熟，他只是穿衣服成熟，但是他脸他其实是幼态的。我跟他出去2次被别人说成就是他是我儿子，对，可能是我足够老吧，也不赖他，就是我跟他出去，我忘了是哪2次了，反正有一次是第一次是看房，第二次是看家具。看房，看哪个房？就是那楼下，就是在那个什么红枫啊，就大家住这边的时候。对对对对。还有一次是那个做那个设计，那个室内设计师。那个我记得。记得还是看家具。00后不用读书了，00后24了呀，23了。他22毕的业吧，是不是？我20，过来。你是大专是不是？学什么专业来着？我的是大学4年白学了，想不起来了。你学什么专业？你忘了？啊？不是设计吗？不是。完了。我真的不记得我那个全称叫什么了。那就大概学什么嘛？反正也就类似那方面的，设计方面的，我真的忘了。我没想过这个事，因为我现在正在升那个本科的，然后呢没想过，就忘了。现在就不用了，就没想过那个事情。你吃点药吧。我吃过了。还有个我今天说去房呢，我都没去。哎呀，这2天要写剧本儿，我不想写剧本儿。小孩感冒了，对，小孩感冒了。这种东西最难喝了，说甜不甜，说苦不苦，甜的发苦。银黄口服液，这个比那个凉茶还难喝，凉茶是纯苦。这个口服液它这个效果比那个其他的那些效果要好一点，比如说蓝芩口服液，就是它们的功效，治疗的功效是差不多的，但它的那个成分比较好一点。
感觉图图老师欺负他，羡慕吧？熊多喜欢熊，谁是熊啊？我这不是猴吗？我这不是猴吗？我今天穿的有点显胖，平时我是可瘦了。他经常叫我是不是猴子啊？其实，肌肉猴，肌肉猴呢？谁呀？哎，咱们肌肉猴，哎，是猴子。那我们拿那个染头发给你染染。为什么要染啊？我就这个岁数，正好当你爸爸，出去也不突兀，人也不会就是看着质疑。给我找个西裤，然后给我找个皮带，完我把这个往里一掖，再拿一个那个这啥来着？他站得很像沈腾。我呀，他不就这么穿的吗？对。哎呀，我要是有个沈腾一半成就就行，真挺羡慕沈腾。不染了，就这样吧。等到时候，我这个角色也是演一个40多岁的人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我只要下播，我就得写剧本，所以我不想下播。那你播着写。不行。为啥新剧叫小茉莉？哪有那么多为啥？我愿意起啥就起啥。小茉莉的小有含义吗？没有。小茉莉叫茉莉很奇怪吧？我就喜欢，你比如说就是小水仙，你就直接叫水仙有点女性，但是小茉莉呢，它也女性，就是我也解释不通。就有些东西它没有替换的可能性，它就是应该这么叫，是不是啊，小 monkey？
你这么臭，臭狗，滚，滚，坐好，听到滚了，表情都惊呆了。滚，臭狗，他知道臭狗是在骂他，臭狗，臭狗，臭狗他就不愿意。臭狗，臭狗，香狗的，香你香你不臭。哎呀，写剧本去了，下播。你不臭，你香。